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英雄必有用武之地。一般人比较常讲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这句话呢是带着一种遗憾、无奈或者怨叹意思是在说即使自己很有才华啦、有才能啦、有本事啦，却没有发挥的机会或地方造成处在现实的社会里没有自己发挥的舞台深感时不我与所以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牢骚说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那发牢骚的话不止这句英雄无用武之地其他如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有志难伸大材小用等等一般人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都会感觉自己什么虎落平阳被犬欺也就是空有一身的本领，但因为环境变迁而不被重用甚至呢受屈辱或委屈而无法发挥感觉明明是一只山中之虎离开深山后呢，落到平地去了，连狗都把它欺负了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那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常发生的场景是哪里？在职场里面出社会优秀的人才，因为在组织或团体中无法发挥专长或能力受到限制或因为公司的制度改变情境改变了，而造成英雄呢无用武之地那有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会选择离开公司再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去寻找更适合自己发挥的平台或自己创业这是人群中经常在上演的戏码嘛。那这种与其等待转变或改变，不如主动自己去创造机会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印证了真正的英雄不是被动等待机会，而是靠自己积极创造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用武之地然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英雄从来就不是靠有用武之地而成为英雄的，而是在没有舞台的时候呢，他仍然选择坚定信念，默默奋战，在没有人喝彩的时候呢，他还是守护着自己的核心价值对自己还是充满了信心。因此他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才看到希望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因为有用武之地才成为英雄而是即使无用武之地，他还是选择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还是坚持做对的事情，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各位想想天生我材都必有用的，何况是英雄呢？英雄更应该是随时随地都有用武之地才对那有这样子的心态才是正念那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是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所以近似语才说嘛，勿轻视己能，人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每个人都不要看轻自己，更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对英雄来说了，更应该在适合的时机跟场所，及时把握因缘展现自己的才华跟力量才对因为他既然是英雄，他一定是养兵千日嘛，才能够用于一朝是磨剑10年，挥剑一次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随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那这个道理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故用兵之法，无事敌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勿视其不攻，是无有所不可攻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要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而应该依靠自己充分的准备来应对。不要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进攻，而应该使用自己处于不被攻破的状态
要让自己处在这种状态，不被敌人攻破的状态这个也是要有准备啊。那用兵的道理是这样，修行跟用法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不要认为无常跟意外不会来，而应该要先做好准备，有备才会无患因为身为业报身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挂没事牌的啦所以菩萨道的修行呢，需要走入人群去闻声救苦，去救苦救难如果自己很容易就落难陷入困境，那就很或者很容易受伤啦。那这样就很难做一个救人的菩萨了嘛，反而自己变成苦难的众生了，不是吗？自己都自身难保，如何去抚慰苍生所以要学做菩萨，第一门功课就是要先学习如何自保，以法护身不是吗？这就好像球队比赛要先做好防守防守一直出现漏洞就是一直失分就不可能成功了嘛所以先做好防守再求进攻先自度再度他一样的道理先做到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达到成功嘛。同样的道理先做到水桶不漏洞再来加水进水桶这样水才会加得满才会变成无漏的功德啦。那自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刚刚讲以法护身也就是靠正法来巩固自己的法身法不入身或法不入心或法不入身那就是一个肉身而已嘛。相反的，有法入心或法入行这样就是法身。靠别人对我们重用，不能说不重要啦，但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这才是重中之重这个就是实力原则嘛。与其依赖别人赏识跟重用不如培养自己的实力，发挥自己的潜能跟才能那别人要不要重用我们，那是操之在他自己要不要重用自己，那是操之在我自己说了算即使表面上看来表面上或从外在因素来看没有用武之地的因缘那还是可以靠自己去做什么内在的充实并懂得珍惜自己重用自己所凭借的就是自己过去有一些丰富的经验跟宝贵的成功经验只有相信自己的价值，并积极把握任何的大小因缘去学习，这样才会有实力做到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条件的，你要有学习的态度，才有可能天生我材必有用那英雄有用武之地也是这样的道理那这个必有用跟有用武之地都是在强调什么？靠自己创造有被使用的或重用的条件，是靠自己在先，靠別人在後英雄并非天生被赋予某种特殊使命而是在对的时刻选择相信自己，从而在逆境中或平凡中呢，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换句话说了，英雄有用武之地是强调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并且能够用心去实践，才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呢，谱写出光辉跟灿烂的篇章其实英雄并不是被动等待机会的，或期待别人给我们一个有用武之地的机会，不是这样。真正的英雄或成功者都是靠自己创造机会的。但这个不是意味说忽略别人的帮助跟善知识的指引的重要性，不是这样子。善知识跟贵人还是很重要啦，只是强调在机会出现之前，个人应该先自己做好准备。那不论外在环境如何的变化，自己都是已经准备好了，这样里应外合，关键时刻才有能力主动去抓住主导权跟主动权。这个就是自己做主人心中有主嘛，不必受制于他人那机会来的时候，能够立即抓住机会，
这就是有智慧把握因缘嘛。所以把握因缘也是要智慧啊，这是不简单啊。但如果能够创造因缘，那这更是高人一等哦。把握因缘已经是智慧了，那创造因缘更是高一等了。因为没有别人为我们，因为如果没有别人为我们创造因缘呢，我们哪来的机会把握因缘呢？是吗？而且如果自己都不懂得把握因缘，那更不用去谈创造因缘了。所以有智慧的人会懂得为自己创造因缘，创造机会，因为他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啊。当我们能够重用自己的时候呢，这种的自信跟智慧无形中啊，已经在转化成为正能量了哦。它能让我们发光发热啊！虽然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发挥的舞台，而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舞台啊。其实，如果能以宏观的思维来看人生呢，那真正的舞台不一定是在舞台上街头艺人的舞台是在街头啊，不是吗？所以街头就是他的舞台啊。一流的歌手也不只是在华丽的舞台上表演啊，下了舞台才是他自己真正的人生舞台啊，才是他真实的一面啊。所以该上台就把握因缘上台，该下台就随顺因缘下台。舞台的台上就是人生的台下，舞台的台下就是人生的台上。台上就是台下，台下也是台上啊，看至上啊，实则下；看至下，实则上啊，这样子非上非下，无上无下，就是不二法门的深邃意境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啦，跟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呢相互辉映，全部都叫做不二法门。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英雄绝对不会无用武之地啊。刚刚不是讲吗？每一个人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时候看似无用，实则大用特用啊。为什么？因为运用之妙是存乎一心呐，在这个心的掌控啊，只要能够充满信心、毅力跟勇气，处处皆舞台啊，台上台下皆舞台，没有上台下台之分，也没有说，也不会想说没有挥洒的舞台，没有，到处都是挥洒的舞台。那这个道理跟什么？无处不到场，无人不是法，道理是相通的。自己是不是人才啊？不是别人说了算，是自己说了算。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在你自己没有同意之前啊，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自卑啊。这个就是自信跟自重啊。能自己重视自己的人，才会有自信嘛。如果自己是妄自菲薄，看轻自己，践踏自己，看自己不顺眼，那这个就真的是印证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不是别人不重用你，是你不值得重用，道理是这样的。所以才说嘛，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自己先自重。别人对我们不重用，而我们自己又不自重啊，这样人生的路会越走越沉重啊。不管别人对我们重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大用，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我们一般人认为人才应该是什么？有才华、有能力、有经验、很聪明。但是正言上人不认为这样子哦。智者的看法是不一样啊，跟我们凡夫的看法不一样啊。聪明、经验、能力不能说不重要啊，但这个只是世间法而已啊。境界更高的是出世间法。所以正言上人认为，只会展现才华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才哦。真正的人才是什么？行事低调，深藏不露，默默耕耘，一心修德的人呐。因此呢，正言上人曾经对弟子们开示说道：要成为师父好用的弟子啊，要具备下面7个条件。我们大家来参考一下哪7个。第一个，谦虚而非不可一世
第二，没有私爱的执着，而能够平等待人呐。第三，心量开阔，能克制脾气。第四个，做事认真，与人无争。第五个，言谈举止有威仪风度。第六个，有觉有德，又有亲近心。第七个，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好，我们来解释重点解释。先讲第一个，谦虚而非不可一世啊。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资深，因为刚刚讲资深之人必有资浅之时，还有的学啊，叫做有学啊。不要以为自己很资浅，因为资浅之人也有资深之时啦。所以对自己所学的要有信心啊，就叫做无学。好，所以资深的不能瞧不起资浅的，资浅的也不要对自己没信心。其实资深跟资浅也很难认定的，好像圆形跑道不是吗？对，瞻之在前，呼延在后，谁在前谁在后很难讲，也看不清。对，好，第二个，没有私爱的执着，而能够平等待人呐。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将佛法当人情哦，也不要去做最后断种人哦，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私情牵绊，或什么事情都私相授受。行事要依法不依人，君子群而不党，很合群，但是不结党营私；小人党而不群，刚好相反。这个道理对领众更重要啊！领众者或者领导者，如果以人废言，以言举人啊，用人不唯才是用的，而是不透明、不公正啊，有裙带关系的，那这个就是不祥之兆了啊！所以心安理得是最好的支柱，公正无私是最好的自保了。好，第三个，心量开阔，能克制脾气。心量跟格局成正比，什么样的格局就有什么样的结局啦。那生气愤怒更是身心跟情绪的克星哦。在心田混沌不清、情绪沸腾的时候，讲话很容易伤人呐。这个时候如果抽个空照个镜子啊，一定会被自己的长相吓到。问题是发脾气的时候忙得很，哪有时间照镜子？对，所以去责备令我们生气的人，只会让我们更愤怒；去埋怨一个令我们忧愁的人，只会让我们更伤悲，不是吗？所以生气动怒解决不了事情，人家反而容易看见我们生气的那种发疯的样子，不会去注意我们生气的原因的。哦，好，第四个，做事认真，与人无争啊。做事认真就是说积极精进、朝气活力做事可以认真啊，但做人就不要太认真啊，不要太计较，不要太认真，不是说不要用心啦，卖行搞 gay 搞啦哦。尤其领众者，因做事认真、责任感太重、求好心切，而造成吹毛求疵啊，给自己烦恼，也给别人困扰，不是吗？都听你的吗？你要求不完；不听你的吗？又会对你不尊重啊。虽然与人无争是好修养啦，不过有2件事情就要争哦，要时间要争，智慧也要争，这2个重点要抓住。对，好，第5个，言谈举止有威仪风度啊。这句话是指呢，讲话如果是有威仪风度，会让听的人呢如沐春风啊，这样才会跟人家结好缘嘛。这是在提醒我们呢，讲话要怎么样？温言软语、轻声细语、雅言正语，警惕自己多说无益，少说为妙。水声不语，人闻不言。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啊。说话要想着说，想，不要抢着说，不要心直口快、直言直语，而是要直话圆说。因为一句话可以让人笑，一句话可以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啊！所以花3年学说话，花一辈子学闭嘴啊！
啊，所以上人对这个言谈举止也是有所要求的。好，第六个，有觉有得又有清净心呢。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什么？心中有道，不觉不悟了。心中有道，也有智慧，也有清净的本性。但是你要去觉悟，你不觉悟就没办法开悟，就是这样子。所以要觉悟就要靠自己啊。佛陀跟师父没办法帮我们觉悟的，不过佛陀跟师父却告诉我们方法啊。但是用方法就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靠我们的头衔或权势，而是靠讲道理哦，靠自己的德啊。要说服人，要有讲道理、讲真理，还要有德，才能以德服人嘛。啊，这个叫做什么？依道不依事啊，依真理啊，依道理，不依自己的权势。很有才华，但无德，无法统领大众了。有德那是无才，修养很好，但没有才能，就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很好啊。所以才德兼备是最好啦。但如果才德无法兼备的时候呢，以德为重啦，因为修一生之德，无事不成啦。不止如此哦，还要有清净心啊。刚才不是讲要有清净心嘛？因为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心中有些许的不悦、不开心，跟对方这个人跟事无关，跟自己的心地不清净有关啊。所以心不清净就不会有喜悦。所以只要心地清净，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的。好，第七个，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什么是大原则啊？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就是大原则啊。一心一志，一门深入，依教奉行，旧法新知，新法必知，一边用法一边闻法，等等，这些都是菩萨道的行动纲领啦，也都是大原则啦。哦，刚刚不是讲嘛，方便有多门，贵变无二路嘛。那既然是方便，那就会多变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个归宗跟无二路啊，就是唯一的大原则。心量大的大事变小事，心量小的小事变大事啊。心量大则复杂变简单，心量小则简单变复杂。同理啊，心宽念纯不生事端，心不宽念不纯则无端生事。所以不是看事情，而是看我们的心量。大原则把握好，小事就因人而异，不要太计较啦。人家适用的好用的方法就是妙法啦，不要去勉强别人改变，这个叫做小事不计较啦，不要什么都听你的啦。同理，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解我们，甚至批评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解释啊，没机会就放下啊，自己善解，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啊，这样才是善待自己啦。能做到这样，也是叫做小事不计较啦。好，以上这个7个条件就是证严上人心目中的人才，我们把它用心体会一下哦，好像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只有证严上人或一些高僧大德而已啦。我们凡夫只能自我勉励啦，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老实讲了，这样的人才条件实在不是一般的凡夫做得到了啊。不过这是一个方向，努力的方向啊。那证严上人跟一般高僧大德，他们不舍众生啊，也强调众生平等啊，并且深信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所以在他们心中，人人都是可造之材啊，都是菩萨啊，甚至是未来佛啊。因为做好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所以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不管是达官显要啦，或名门贵妇啦，或者贩夫走卒啦，市井小民都好啦，只要有心付出，人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功能啊。所以走入修行的领域，就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个问题，没有。因为要不要有所用，是看你自己的发心啦。发心就有路用啦，不发心不发心就没路用啦。所以在志工团体里面，不是讲英雄用武，不是讲英雄用武，而是讲菩萨用法。对，一般的社会讲英雄用武嘛，但是在修行团体里面讲什么？菩萨用法。有一句话说：“至圣者强。”
意思就是说，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哦，不是战胜别人，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那这个跟自知之明的意思也差不多啦，都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在的自信跟自信，回归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慧命啊。这个叫做自知者明啊。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哦。聪明跟自知之明不一样哦。有时候呢，聪明的人呢，他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呢。叫做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是吗？因此，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去压制别人啊，好争胜负啊，好胜心强啊，这个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克己复礼，守住自己明亮的本性跟自信，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而躁动不安呢，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也才是真正的强者。所以才说自胜者强啊。那这样说来，英雄也不一定是自胜者强哦。英雄很厉害啊，但是他不一定是自胜者强，因为英雄虽然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战胜别人，但是他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哦，是吗？菩萨或圣贤不想征服天下，他只想克服自己啊。尤其英雄也是人啊，也是一介凡夫，不是吗？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是病来魔了。病魔一来的时候呢，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其实自己就是最大的敌人，克服不了自己的人，如何去说服别人呢？更不用谈去征服外在的环境了。所以做圣贤比做英雄还要难呐。英雄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别人的烦恼跟痛苦上，圣贤或者菩萨不想把自己的烦恼跟痛苦放在别人身上，甚至还想担起所有众生的烦恼跟痛苦啊，为众生担苦的意思啊，这个是菩萨才做得到啊。所以人生有时候其实是非常奥妙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看起来是无用的，实际上却是可以大用特用哦。大体捐赠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嘛。往生后把这个无用的臭皮囊捐出来啊，作为医学院学生的解剖使用啊，这就是把无用之用变成大用特用啊。当一个人一旦死亡，传统观念中啊，这个大体便失去所有的功能了嘛，对不对？然而在医学研究或解剖教育跟疾病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呢，这一具大体却能成为很宝贵、很珍贵的资源呢，为后世的医学进步提供数据跟经验的。那这个就是把无用转化为大用特用啊。然而这个是死后的大用特用哦。那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这样大用特用吗？当然可以。虽然活着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呐，但想想那些艺术家、科学家或企业家，那就成功的啦。他们往往需要在逆境中才能激发潜能，并创造机会出来，产生灵感呢，才能真正实现大用特用呢。举例来讲了，例如一个人虽然技艺高超啦，但在现有的职场中呢，就得不到重用啊。他也可以转行或者去自行创业啊，或寻求其他的领域的发展啊。换个角度来说啦，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暂时处于这种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转化自己的技能啊，让自己的专业跟技能适用于不同的环境，试试看，而实现自己自我价值跟社会贡献啊。这个跟死后把大体捐出来用于解剖或模拟手术使用，都是一样的道理的，都是转化的思考啊。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有些才华、才能或特点，在某个时空环境中看起来是无用武之地啊，但在另一个环境下可能可以大放异彩。即使某个领域中暂时无法得到发挥了，但是如果转到其他的领域或懂得创新，还是很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就。爱因斯坦就是最好的例子。
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找不到教书的工作，只能够在瑞士的专利局工作，因为他的思维模式在那个时候的学术界被认为是太过天马行空的了，遥不可及的。然而就是在这样比较悠闲的这个工作比较悠闲的这个专利局啊，他完成了震撼物理界的什么相对论嘛。其实我也是类似这个情形啊，因为在没有特定工作的办公室里面呢，我是没有特定工作的项目跟范围啊。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才有很多弹性空间嘛，我才有线上读书会连播5年的殊胜因缘啊。我如果有特定的行政工作把我绑住，今天这个线上读书会就没有这个因缘了。所以今晚读书会的主题“英雄必有用武之地”，我是特别有感触啊，真是一切都是好因缘呐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讲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